你找我？坐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说。我懂了。哎，说说你懂什么了？你本来有事情想跟我说，但是你见到我面之后呢，你又改变了主意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我也经常改变主意，这个完全能理解。你的理解是错的。那我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？我怕连累你。谢谢。哎，我还是跟你说了吧。你又不怕连累我了？跟封印有关。阿姨，看一下思念金牌虾水饺。虾水饺？对，每个水饺里面啊都有一整只虾，今天搞活动买2送1呢。哦，来2盒。哎，好，来。慢走。张阿姨是吗？啊，您好，您好，我叫黛西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帮您推吧。律师助理。律师助理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帮律师了解一些情况。哦，你要了解什么情况？我们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关于刘军先生。没问题，这些啊我都知道。但是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呀？你不想想，我要是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了你以后，我还能在人刘先生家继续干下去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那我们重新给您介绍一份工作。你呀，太可爱了。我已经下班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下班。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。封印可能要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。什么事儿？他怎么了？如果你没想好到底要不要跟我说，最好先回去安安静静的想好再来找我。不，他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。哪方面的？男女关系方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个女的投诉他。跟谁投诉？顾姐。顾姐？顾姐现在非常的为难。哎，你不能去找顾姐。我为什么不能去找她？因为她跟我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她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告诉全世界。怎么可能呢？她让我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是她对自己的免责条款。哎，那你也不能去啊！你要是去了，你等于把我给埋了，她以后就不信任。你记住，她本来就不信任你。你应该去找封印，让封印辞职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目前唯一能让大家都体面的办法。这是顾杰让你跟我说的？不是，那个女孩向顾杰投诉之后，这是顾杰想出来的两全之策。顾杰跟那个女孩说，先不要声张，然后给她一笔和解费，并且让封印辞职。顾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你想啊，如果闹起来，那我们律所的声誉，包括封印，你我都知道，封印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，他不可能。这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人都有弱点，洁身自好的人也有弱点啊，保不齐一时糊涂，一时。你告诉我那个女孩在哪儿，我去找她，我去问她。顾杰不肯说，不肯说，不肯说就是问题。不，这能理解呀，总得保护这个女孩的隐私，对吧？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顾杰，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。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封印，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冷静点，你找谁去啊？刘烨。
开机之后给我。喂，喂，罗老师，您今天还回来吗？有什么急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去找了刘军的保姆，他说他愿意给我们作证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他想要一笔赔偿金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给他钱，一旦给了他钱，就成为收买证人。你再想其他办法。人家给咱们作证是要丢饭碗的，咱们又不能给人家赔偿，那人家当然会有后顾之忧，不敢作证，也不愿意作证了。喂，开机之后给我回电话，我有事儿找你。你跟罗宾说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。谢谢。那个女孩还好吧？基本稳住了，但是他要求封印付出代价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能理解。但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能不能让封印个人给他道个歉？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被别人侮辱了，然后对方跟你说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我悄悄给你道了歉，然后这篇咱们就算翻过去了。你觉得你能翻得过去吗？但是封印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惩罚。罗宾他不相信，他不是不相信，他是不愿意相信。因为如果封印接受了惩罚，罗宾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封印要是不承认呢？那我就直接召开律所高级合伙人的临时会议，把这件事情摆到桌面上来。封印要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哎呀，顺便说一句，我呢在全景还有一项特权，但这项特权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。作为创始合伙人，我跟封印有一个约定，他当他的主任，而我有权利不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直接晋升一位高级合伙人。因为这项权利呢，只允许使用一次，所以我一直慎重使用。您是说，您现在打算使用这项特权了？对，我打算使用了。我认为早就应该晋升到高级合伙人。你的业务能力很强，还热心公益，还具备相当的管理才能。你对时局律师、律师助理的管理有目共睹，有口皆碑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这项权利，是因为我认为你走正常的程序也是可以获得晋升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封印没有通过你的申请。但是如果封印他这次还是不同意呢？第一，不需要他再同意了；第二，他很快就不再是我们全景的执行合伙人了。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，除了宣布晋升你为高级合伙人以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宣布大家重新投票选举新一任的执行合伙人。你是说，想要让我投你一票？知恩图报是一项美德。哎，不过，我说这些可不是要求你给我回报，你不要误解我。我没有误解，这样对全景有好处。哟，巧啊！不是巧，是我有事来找你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您说，我体检出了点小毛病，医生让我再复查一下。什么小毛病？复查了吗？复查了，在等结果。嗨，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虚惊一场。您平常从来不关机的。我昨天手机没电了，睡得早。有事吗？有急事儿可以到我家来找我。走。顾杰说有一个女孩投诉你，
他接待的。何才老师好。 Morning。何才老师好。 Morning。Morning。犯什么病了？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？难道你不值得别人跟你说 morning 吗？我当然值得，只是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morning， 包括我在内。如果你愿意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跟你说 morning， 而且不光跟你说，我跟所有的人都说。黛西 ，morning。 Morning， 何才老师。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劈柴喂马，周游世界。快去上班，我要忙了。怎么样？天哪！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奖励。奖励什么呀？奖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 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天有异象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们俩居然一起来上班。何才老师，您没事吧？你看出我有事儿了？有。好事儿坏事？好事儿。我要跟你说点事儿。地球要毁灭了，何塞当上了高级合伙人。谁跟你说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戴了一块新的手表，是他对他自己的奖励。也许他是为了奖励自己减肥成功吗？不是，他是为了奖励自己当上了高级合伙人。这块表是他上一次以为自己当高级合伙人的时候买的，但是他没有当上，所以一直没有戴过。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，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，我没她的电话，在这之前我没见过她，在这之后也没见过她。那天晚上只有我们3个人。是的。后来我走了，您没有走。我现在怀疑啊，我喝那杯东西里边肯定放了什么东西，我喝了就睡着了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 您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坚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呢？如果啊，我说的如果他认为我做了什么，他可以告我是吧？他可以到公安局去告我，他到你这儿来投诉，让你出钱了事，这算什么？这叫讹诈。如果他跟你我要钱，算讹诈。事实是我为了保护您还有咱们律所的声誉，主动提出的。别，我不同意。好，那您就去报警，你就跟他们说是一个您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给您下了药，看警察信不信你说的话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听听你的。我只是一个合理的建议，应该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您最近体检出来一些问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您去询问的那个医生恰好跟我也很熟，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身体缘故、健康原因为理由。即便是我因为身体的缘故当不了这个执行合伙人，我也会把这个职位留给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。你是说罗宾？如果你特别想当这个执行合伙人，我同意。我同意你自立门户，你想带走谁就带走谁，只要他愿意跟你走。我哪都不去。
冯主任，冯主任，好。您这是打草惊蛇，我这是明人不做暗事。达成共识了？没有。那是因为他认定自己胜券在握。胜券？他手里哪张牌写着必胜啊？那张牌的名字叫何塞。他许诺给何塞高级合伙人。真无耻。然后在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，他会要求大家重新选票投举新的执行合伙人，理由是您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不再适合领导我们。他不会得逞的。律所好像应该发奖金了。我不会用钱来收买人心。现在不是比谁更高尚的时候。如果我为了拉拢何塞给他多发奖金，那赵旭呢？文昭呢？还有王琦，你会让我更快地失去人心。那或许您可以学学顾杰。你读读律所的章程好不好？拜托，我读过。律所章程明文规定，成为高级合伙人，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，就是要得到原有合伙人的同意。创始合伙人是个例外，他有并且只有一次行使特权的机会，就是直接晋升一位新的高级合伙人。既然这样，我成为高级合伙人，不需要顾杰同意，对吧？我放弃了这个特权。所以你使用了威胁？不是威胁，是暗示。暗示他可能发生过重大的错误，可以被除名。所以这一次，他算是以牙还牙。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，他威胁不了我。他只是说有个女人来投诉我，到现在，我连那个女的是谁都不知道。他说了，这是保护受害者的隐私。我才是受害者。可如果顾杰真的发起重新投票，选择新的执行合伙人呢？不会有人支持他。不会吗？他为什么突然对何塞封官许愿？他在拉票。我不会为了拉票来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。我怀疑现在律所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，而且顾杰在四处散播，一般人只会宁肯信其有，这对你非常不利。什么叫宁肯信其有？如果那个女的跑到我这儿来投诉你，我不问青红皂白的宁肯信其有，你接受吗？去找何塞。他不会听我的。他会，他会的。所以我为了奖励我自己，买块表。哎，你出去，我通话呢。跟谁通话？嗨，姐，你好，我是罗宾。哦，嗨，罗宾，你好。哎，何塞老跟我提起你。哦，是吗？说我什么？说你们俩是好朋友，经常在一起啊。你这样特别不好，你姐还没说完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哇，好漂亮的表啊！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晚上一块吃饭吗？你有事儿求我？是祝贺你成为了高级合伙人。怎么了？害羞了？有好事儿就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这事儿还没宣布呢。可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怎么会呢？因为你喜形于色。叫丽娜，那算了。哎，那你不叫丽娜也行。好，那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。
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我换律师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到现在连罗宾面都没见到。是这样的，我不管是什么样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啊。一般呢都是助理先开始工作。我不接受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罗宾老师打电话。不用，真的不用了。苗总，不是这个事儿，我不是针对你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为难你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现在已经在到处帮您找证据了。是我听说了，你还找了对方的那个刘军家的阿姨，但是人家提出来说要一些赔偿的时候，你们却拒绝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我应该可以跟您解释一下。我现在呀找的这家呢，跟法院有关系。您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。不管再怎么有关系，打官司打的可是证据。不是你们律所发生那么大事儿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什么事儿啊？那意思罗宾现在忙什么，你也不清楚。我一直在忙着您的案子呢，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。你们律所主任封印，借着这个什么公益律师的这种名头，然后去占穷女孩的便宜，估计罗宾现在在帮他拼这事儿吧。阿丁，这餐厅不错呀，你常来？来过2次，跟丽娜一起来。不愿意回答就算了，没有不愿意回答。那你跟谁来的？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？因为我回忆了一下，你这是头一次请我吃饭，而且就咱们俩，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。你觉得我心怀鬼胎，想问为什么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，所以就先问我跟谁来这儿吃过。我是想推理出你请我吃饭的动机。那如果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丽娜来这儿吃过呢？真的？就你们俩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聊？好吧，那以后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说我认为可以跟你聊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觉得现在不可以跟我聊呢？因为我不喜欢同事之间聊私事儿，这样很容易会变成办公室八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来请我吃饭是要跟我聊公事，但是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聊呢？你让我猜猜，你是要跟我聊封印的事？何塞，我跟封印认识都不是1天2天了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清楚。有很多杀人犯，在没有破案的时候，他的邻居都会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好人，坏人脑门上没有刻字儿。接电话呀？要我帮你接啊？谢谢。Thank you。何塞，今天我约你出来吃饭是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相信我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？你做了什么让我相信的事儿吗？就因为你今天请我吃了顿饭，刚才还让我自己点菜。你想利用我？我没有想利用你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封印突然被人投诉，这很蹊跷，而且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搞逼宫，逼他辞职，我觉得不妥当。你请我吃这顿饭，就是想要让我站在你跟封印这边。你可以不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站在顾杰那边。好啊，那我可以站在你这一边，
但是你得说服我。我为什么不应该去相信顾杰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来吧，你说服我吧。我们至少比顾杰光明正大。光明正大的蔑视我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问你，到底是我最珍贵的财产，还是你最珍贵的财产？想起来了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最珍贵的财产，而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。我当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你当时只是跟我开个玩笑，那你为什么不跟封印去开这么玩笑呢？你为什么挑中我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是在餐厅。OK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以后我不跟你开玩笑。也可以为之前跟你开过的玩笑，所有玩笑，让你不喜欢的，向你道歉。你姿态放得好低呀，有吗？这让我越发的相信封印是有把柄掌握在顾杰手里的，所以你们连我都要来争取。我快到律所了。苗锦说她要换律师，因为她听说咱们律所出了大事，说封印搞了个小姑娘，您正在帮她灭火啊。对，他是正在灭火，所以他不能回你的电话，拜拜。你要不要给你助理回过去？我知道你的密码，以前我偷偷的看过，所以我就记住了。就这样，你应该没事就换换密码。我所有的密码我都经常换，所有的。好习惯。我也愿意相信封印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坚持认为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他应该先辞职。不可以。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投诉封印，就让他辞职，这对封印不公平。这非常公平。如果说他都已经被投诉了，但是他依然若无其事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，继续主持工作，继续做他的主任，这样才是不公平的，对投诉的人很不公平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投诉的人，你我都不认识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我们就相信他，这不妥当吧？即使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，我们也应该首先相信封印，直到他证明自己。好了，咱俩也不要争执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等着投票表决吧。啊，律所最近会紧急的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，顾杰会在会议上把这个事情提出来，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律所的声誉，所以所有的合伙人一人一票，决定封印的去留。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怎么投票？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你说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投票表决，我反对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认真的听我说话。你说。OK， 那我来告诉你，今天，此时此刻，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听你讲话，你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标点符号，我听得都很清楚，而且今天你用了很多的感叹号。但是我认为，现在首要的不是投票，这不是重点，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应该相信，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。上司领导，我们要对他有起码的信任。你说完了，我来说好不好？很多时候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只有当事人知道。换句话来说，在整个这个事件里，只有封印知道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如果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，那么最好现在找到一个稳妥的、体面的方式，赶紧回家。你放心。顾杰也会保全他的脸面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投票了啊！我们也不会知道封印他到底做了什么。不可能，他已经跟我指天发誓过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有悖公序良俗的事情。好，
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相信他的发誓。这是顾杰在故意当众羞辱他，那他就应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如果说有人投诉你强暴过一个女孩，请问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强暴？我每天都回家，自己睡觉。我们家门口就有监控视频。如果他说我强暴他，他必须准确地说出时间和地点。但是，我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他，在那个时间点我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。我跟任何女人都不会私下单独相处。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敬佩。不是敬佩，也许有那么一丝丝的敬佩含量，但是你觉得我是个疯子？不，我只是想说，你真的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，跟人谈过恋爱吗？你刚才说，你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私下单独相处。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。我和任何女人相处都会选择在一个公共场所，并且9点钟之前一定要离开。如果必须过9点钟，那我会选择有其他人员在场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把女人当作危墙，有些女人不只是危墙，还是洪水猛兽。那如果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洪水猛兽，我们是应该同情他，还是应该拍手称快？洪水猛兽为什么去找封印，不找你我呢？你这是典型的责备受害人思维，就像人贩子拐卖儿童，你不去谴责人贩子，反而去责备丢失孩子的家长，为什么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吗？对啊，就是都有责任啊！你这是抬杠，那你反驳我呀？你反驳我呀？你反驳我啊？我第一次见到你哑口无言。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：争辩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让人心生厌恶，甚至树敌。不，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如果你争强好胜，喜欢与人争辩，以反驳对方为乐趣，或许你只能赢一时。但是这种赢毫无意义和价值，因为别人永远不会对你有好感。我很棒吧？你为什么面带笑意？你也太难讨好了吧？你在讨好我吗？你为什么讨好我？不，我说你太难讨好了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在讨好你，或者说我要讨好你？我只是在感慨，你为什么没有朋友？你朋友也不多，那是因为我对朋友的标准要求非常高，宁缺毋滥。我也是，宁缺毋滥呗。好，那就都宁缺着好了。我完全没想到，何塞居然对我有那么大的不满，他就完全听不进去我说话。要是你说话他听不进去啊，他就不会跟你走，跟你去吃饭。那您的意思是我搞砸了？罗宾啊，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得罪了什么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看看。把何塞当疯了吧？那您希望我把他当什么呀？和你一样，栋梁之才啊！那得您亲自去跟他说，他更在意您对他的认可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，在你和他之间，我为什么选择了你当高级合伙人？很容易解释啊。怎么说？您就说我人缘不好，没有您的支持，我根本就当不了这个高级合伙人。但是他不一样啊，他人缘好，即便没有您的支持，顾杰也会让他当上。切。那这样吧，今年的10佳律师，您推荐他？
今年只有1个推荐名额啊。知道。你真的打算让给他？只要他别再怨恨我们就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罗宾。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，我相信你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连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跑来问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让我怎么说？我上微博开个专栏，我给他们说：嘿，你们好，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儿不是属实的，都是子虚乌有。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报案呢？案由呢？敲诈勒索。谁敲诈勒索？顾杰敲诈勒索？人根本就没有敲诈勒索，他只是说接待了一个姑娘的投诉，在核查，这总不能抓人吧？您再好好回忆回忆。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当时喝酒喝得断片了，我醒来之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那当时为什么不报案呢？怎么报案？啊，我总不至于打个110说，哎，我跟朋友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喝酒喝断片了，我现在醒过来了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怎么报案啊？所以您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走了。你还是不相信？我信，但是您觉得别人会信吗？我就不明白，您当时难道就没有怀疑？你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躺在了一张床上，而且还是别人家的床？我承认我当时有点慌，也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。后来我就给顾杰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他含糊其辞。后来他说，他当时正在接待那个投诉的姑娘。我确实记不清楚，但是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事。那您后来有没有又去过那个地方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连门牌号码都没记清。顾杰带你去的，你可以问他。他不告诉我。他说他在保护那个投诉的姑娘，不受威胁，不受恐吓。那你还记得那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吗？你这口气完全是在审问犯人。我是在想办法帮你弄清楚事实真相。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封印肯定不会承认，打死都不会承认。是我也不认。那万一人家真的把证据拿出来呢？你傻呀啊！自己承认犯罪那叫自首，自首最多了就是从宽处理。可要是自己不认罪，就算人家拿出证据，我们还可以质疑这个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这中间就有很大的空间了。哎呀，我看也没什么证据吧？对呀，要是真有证据，干嘛不去公安局直接报案呢？我要是那个女孩，我也不报案。法律事实跟事实真相那是两回事儿。万一封印倒打一耙耍无赖啊，告那个女孩敲诈勒索怎么办？哎，大喜，如果你是那个女孩，你会去报案吗？现在有空吗？您过去跟我说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，从来没问我有空没空。有句话，人的脾气要和自己的本事相匹配。还有句话，人的品德应该和他的地位待遇相匹配。其实，没有顾杰，你可以跻身高级合伙人。